最近在印度一篇关于印度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中国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印度网友甚至直接开启了嘲讽模式。据三太湖网报道称，因为疫情原因，印度的整体经济下降得十分厉害，并且有消息人士表示，很可能印度在2020年人均 GDP 可能会低于邻国孟加拉国，这让印度变得更加绝望，而印度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很可能会是一纸空谈。对此，印度网友就表示了，印度想要成为下一个中国，做梦吧，永远不可能。目前印度应该先超过孟加拉国。还有网友就很是直接的表示，不要把印度和孟加拉国做比较，根本就比不上。要知道，孟加拉国只有2个政党，单一语言，而且不需要在国防上投入太多，实施了大量改革。其中的言下之意不就是印度连孟加拉国都比不上？还有人认为，只要让全世界人民吃不饱饭，印度的农民就能富起来了。当然，除去一些很务实的，还是有很多在印度政府的宣传下，认为印度以后甚至能超过世界第3大经济体的日本。不得不说，在印度长期宣传自己是世界大国的情况下，虽然依然有一些印度人还是保持着理智的，但是这些人其实还是少数，大多数印度人连字都不认识，只能相信国家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给了印度如此大的自信，难道是他们万国牌的军事装备吗？怪不得印度老是被自己的民众嘲讽呢。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为什么印度总是会被别人嘲讽呢？首先，总在边境地区挑事。如果印度真的有那么多的精力，不如好好改善一下自己的粮食出口。作为可种植土地面积在全世界占据前列的印度，竟然还有人吃不饱肚子，并且在印度军队同样也有吃不饱肚子的情形。然而，印度却是世界上的粮食出口大国之一，有着出口的粮食给自己国家的民众吃，不香吗？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社会秩序怎么能好？而社会秩序更是关乎整个国家的整体素养，整个国家的整体素养上来了，那么国家自然会强大起来。而印度在这一点上简直是无处吐槽。据了解，目前印度的大米价格竟然在8到10元一斤，这在印度可算是大消费了。很多印度人工资1个月也才几百人民币，而且还有很多住在乡下的，只能每年买粮食来保证自己饿不死。甚至据统计，目前印度尚且有将近20%的人口无法吃饱饭，有将近45%的儿童营养不良。其次，国内基础建设有花在军事装备上的钱，拿来改善民生不好吗？在印度的交通出行真的可以说是和灾难一样了，相信一定有朋友看过不少关于印度人出行的照片，火车挂的挂，扒的扒，挤的挤。印度这是图什么呢？图个省钱吗？钱都拿去干嘛了？买武器去了。要说吧，周边都是和平的国家，只要印度老老实实发展自己，别搞幺蛾子，说不定还没今天这么多事儿呢。毕竟占据着南亚最好的地盘，却变成今天的外强中干，也就是别人脾气好，你换美国试试。最后是印度军队问题，这也是个老话题，种姓制度。就以印度军队常年出现士兵枪杀长官以及士兵自杀等等事情，印度军队这个最基础的制度都无法把控，还妄想成为超级大国，这也不知道是无知者无畏，还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了。但是不管是胆大的还是胆小的，在实力面前都只是纸老虎罢了。总而言之，印度如果持续自己国内现在的种种问题，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世界上，反而会阻挡自身的发展。毕竟他们现在的处境多数都是自己挑起来的，收敛一下，别找存在感，也没谁会管他。